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可在国共内战时，他为何选择支持国民党？从历史事实来看，这一决策主要源于3个层面，背后牵涉二战后的国际格局、苏联的国家利益，以及对中国国内势力的判断。一、苏联战后战略转向，为缓和西方调整对华立场。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的重要转折点。这一战，苏联红军歼灭了德国陆军主力约150万人，彻底打垮了德国法西斯的进攻。二战欧洲战场局势彻底逆转，德国实际上已经战败。战役结束后，斯大林判断战后会形成新的世界格局，轴心国这个共同敌人没了，原本的反法西斯同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。苏联作为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，又是共产国际的核心，和奉行资本主义的美因为意识形态对立，必然会成为战后的主要竞争对手。但苏联在二战里损失太惨重了。从1941年德国入侵开始，经过莫斯科保卫战、斯大林格勒战役、库尔斯克会战，苏联的青壮年几乎打光了，仅军人伤亡就超过2700万，民用设施和工业基础也被严重破坏。击败德国后，苏联根本没实力再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正面冲突。为了和西方实现短期和平，给国内恢复争取时间，斯大林在1943年5月解散了共产国际。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，核心是团结世界无产阶级，推动各国革命，推翻资本主义。解散它，不符合缓和西方、避免意识形态对抗的整体方针外，还因二战中各国共产党需根据本国实际制定战略，且苏联希望消除西方对通过共产国际控制各国共产党的疑虑。这一决策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积极回应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中国作为有几亿人口的大国，局势和苏联战略紧密相关。既然苏联已经放弃公开支持各国共产党，自然不会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，这和他的整体方针完全不符。二、国民党的利益交换，用重大权益换苏联支持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想搞一党独裁，不愿和中国共产党、其他民主党派共同执政。1945年8到10月的重庆谈判里，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只要求在未来的政协会议中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席位加起来超1/3，以此制衡国民党，避免独裁。可就连这个温和的诉求都被蒋介石拒绝了。为了快速争取外部支持，尽早消灭中共，蒋介石以1945年2月美英苏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为框架，在1945年8月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。国民党政府用3项核心权益做交换：一是同意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独立；二是让中长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；三是把旅顺港租给苏联当海军基地，大连港作为自由港由中苏共同控制。作为回报，苏联在条约里明确承诺，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中央政府。二战后在华接收的日军投降物资和援助，只交给国民党政府，不再给中共公开的政治、军事支持。这场利益交换成了苏联公开支持国民党的直接原因。三、对中国势力的判断，更愿扶持易控制的国民党。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判断，也影响了苏联的对华立场。早在1927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共产国际还没解散，斯大林就给中国革命提过策略，让中共学俄国10月革命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，走城市中心论路线。但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不同主张。当时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，工业基础薄弱，工人阶级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%左右，根本没法当革命主力。相反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强烈的革命意愿和潜力，所以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一起制定了以农民为主体，走农村包围城市，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，还坚决拒绝了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。这让斯大林看清了2点：第一，毛泽东不会做苏联的傀儡，中共独立性极强，不好控制；第二，中共能在农村根据地发展壮大，证明毛泽东有战略眼光和领导能力。一个有能力还不盲从的领导人，显然不是斯大林想扶持的对象。相比之下，斯大林觉得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更好控制。在他看来，蒋介石的统治靠外部支持，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多，根基散，就算掌权也成不了强大的自主力量，对苏联远东安全威胁更小。同时，当时美国正通过军事、经济援助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的影响。为了不让美国在华势力一家独大，也为了保住苏联在东北的既得利益，苏联也需要和国民党建交来形成制衡。要说明的是，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并不是唯一的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，
苏联在公开支持国民党的同时，也给中共提供了有限的间接援助，比如二战后苏联红军进驻中国东北时，允许中共武装进入东北，接收部分日军遗留的武器物资，还默许中共在东北建革命根据地。这种两边下注的策略，本质是苏联想防止中国出现单一强大政权，维持国内适度动荡，从而确保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安全。不过，斯大林的这个战略最终因为蒋介石集团的溃败而误判。他原本认为国民党的军力远超中共，还得到苏美支持和国际承认，就算灭不了中共，也能形成划江而治的分裂局面，让中国长期内乱。但事实是，国民党因为腐败、独裁和军事失误，短短3年就丢了大陆，退到了台湾。这个结果超出了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多数国际势力的预期。